的都是外国人的。过新马第2通道，一排住宅楼在人工岛上拔地而起，是森林城市的地标。由4座岛填海造陆，森林城市在马来西亚最南端的柔佛州新山，号称和新加坡一桥之隔，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。是中国建商龙头碧桂园2015年开发最大的海外建设项目，主要目标客群就锁定中国人。17年，大概是17年。你们那时候是不是都是游览车来这边看房的？很多人。对。你们也是吗？对，一样。那个状况是怎么样？哦，人山人海，一车一车的往这边拉呢。一车多少人？一车40多人吧。被当作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下的指标建案之一，占地1740公顷，规划容纳70万人，理想建造成一个绿色智慧城市，以混合功能的开发方式，周围有学校、高尔夫球场和5星酒店，预计花20年完工，发展总值破台币3兆。开盘前就在华人圈爆红的建案。如今8年过去，完工进度只达标15%，这氛围感连住户都不安。你们自己觉得这边的人流是不是真的说很少，太少，连人都没见。就是对呀，我们来了2、3天了，其实连人都见得少。我们遇到的中国投资客，2016年跟着建商看房送旅游的策略，被带来马来西亚投资，和朋友花近700万台币各买1户。但过了8年，转手卖的价格不涨反跌，低价200多万出售，还吸引不到人看房。你们想过出租吗？有，那也不好做啊，没人啊。大家中国都买到这里，那谁来做？本地人也很少，所以说整个小区包括环境是不错，所以整个小区人静悄悄的，连个人都没有。1辆房的户型在新山一带平均月租1万。而邻近的新加坡租金飙到5万，凸显森林城市1个月7000元的租金是吸引不到人，不得不然的市场现象。我跟我闺蜜，我们2个人心里就心态比较好，我们是无所谓啦，100来块万哈，对于我们来说也能行，那就给他撂着了，没办法，对吧？那有想人退的卖，我们当然想退想卖啊，那没办法，那只能是先放着吗？然后可能你看时机不错，那就赶快。对，那可是要等到时机不错，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我们挺后悔的，然后我们是实话实说嘛，就是但是也没办法，因为这种政策性的东西也不是我们能把控的嘛，而且已经买都买了，比如说想退啊，想怎么样也没办法，是吧？根据碧桂园公开数据，已经满足交付条件盖好的房大约2.6万套，2023年底前售出80%，其中60%是中国业主。剩下各2成才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，而实际入住人数只有3000人，被形容像座鬼城。在森林城市里面，最大的outlet逛了一圈，其实会发现有超过6成的商店不是歇业，就是已经撤出柜位。就连他们这边主打的是免税商品区，像是这样很多的免税商店，其实都没有营业。光是假日走在免税区，只有零星散客或开在社区内的杂货店来补货。一间免税店员工比顾客多，闲到照镜子，3个人服务1组客人，几乎没有人气。就连销售展场也变员工的主场。这个的话呢，是大概904 square feet， 也就是平方尺啦，904平方尺。然后它是最好卖出一块出售的一个房型，因为它是2房式，2房2个厕所。销售经理口头跟我们说，近期销量是上升的，而且实际居住的人还很多。他好像是觉得说这里的人好像比较少。暂时性，今天因为也是下雨天，今天会比较少。那如果是说鬼城的话，是没有人去打理这个东西才是鬼城嘛。那如果有人在打理的话，那还叫鬼城吗？那不是叫鬼城，那个只是叫一个城市，一个很美的森林城市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们都会这样跟他们解释？不是这样子解释，这个是真实的东西。
像我们现在走到森林城市里面的一间5星酒店，它后方面海的这一整层楼都像这样子，全部把门锁起来，里面放的很多都是废弃的家具，还有木板，有的甚至门都直接被拆掉，很多钢筋铁条可以看到都被丢在这，很明显就是长期没有人管理。其实到这里来，感觉不出来这里是一栋5星酒店的1楼。人多了，他可能管理起来成本更低一点。现在人又少，他可能成本高，他又不想投入。什么东西循环都是一个良性循环，一个恶性循环。所以你觉得现在在一个恶性循环？对。原本深是看涨的建案，却因为建商在中国大规模宣传，踩到政府红线，让森林城市一夜变海市蜃楼。人潮一直进来，也一直在迁，所以在销售上来讲，他们是真的是有。然后为什么突然间停下来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就可能犯了中国政府一个大忌吧，就是他标榜就是你在这里买房子，你付钱付人民币给我们就可以了。对，所以中国政府呢，就真的就一夜之间哦，就让他们全大陆的销售处全关，不可以卖这个案子。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之后，整个的销售真的是瞬间的往下掉。紧邻新加坡，原本想打造类深圳香港特区，隐形市场确实存在，建商却错估掌控权，最终仍在中国政府手上。如果你今天你碧桂园，你拿你公司的钱，上市公司的钱，你去海外开发，你卖的房子是卖给当地人。你可能那些资金还是当地或其他国家，可是你等于是把中国的人民的钱一直往外挖，对政府来讲当然是不希望看到的。中国政府强打资金外流，加上房市的泡沫，只能收缩战线，抛售资产，更外溢到海外市场。碧桂园现况是甩不掉的债务危机。When something happens to the parent company in their original country, it will affect all their overseas projects.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it unsold, so it affects the cash flow. If some of the project didn't give a good profit, so it will affect to the parent company, which already have a big problem in their own country. So it's a dominoes effect. 2018年，马来西亚前总理曾极力反对森林城市建案，就怕变相成为中国有钱人的移民管道，拒绝发放居留证给外籍人士。但现任总理安华提出解套措施介入挽救。2023年8月宣布列为金融特区，在海关设立快捷通道，提供外籍合格雇员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往返，和15%的特殊所得税率优待，用经济走廊方式吸引投资客。尽管碧桂园强调20年大案发展进度一切正常，但森林城市的困境显现中国房产危机的缩影。